下面是第五个呢，以这个不住定时而这个赞叹啊，就是以不住定时而赞叹。那么应该是第五个课判吧。顶礼月相冠冕末，一切饰品积垂禅，无量光佛髻中现，恒常光芒最耀眼。那么这个就是说，叫这个吉祥度母啊，就是也可以叫这个吉祥度母。那么这个度母呢，就是定你什么样的度母呢？就是月相度母，就是在头顶上呢有半月的这个相啊，就然后就是冠冕是有这样的这个庄严的这个相，一切的这个身体当中的一切的这些装饰啊。就是机器的这个耀眼度母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就是美妙啊，就庄严这个美妙，让任何一个众生看到以后呢，就是升起无比的这个欢喜心啊，就是欢喜心。那么在它的顶级当中呢，就是用无量光佛以不住的方式来这个显现，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有些黄色的这个度母当中也是有，我看到那个我背后的这个绿度母啊，就是在它的这个头顶上呢，也有很小很小的一个阿弥陀佛的定式，就是这个无量光的定式。其实这个在这个发髻当中呢，就是有个很小的这个无量光啊，就看得到吗？你们用眼睛就是把它，就是啊，看得到吗？啊啊，生没有阿弥陀佛。嗯哼，这样的，然后那个就很少呢，就是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光芒，就是然后牵出就是众生的心里的一些疾病呐痛苦啊，还有带来就是实践当中和处世间的一切的这种快乐和吉祥。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吉祥度母。所以呢，任何人不管是自己的这个家庭啊、生活啊，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事业啊，就是像这个圆满这个33种啊，就是吉祥的话呢，吉祥这个如意的话呢，那么就是念这个度母就是这个度母呢，一般是它这个书生也是有这个吉祥就是吉祥戒就是应该有在上面也有那个吉祥戒，尤其是在生活当中就是遇到的任何的这种现象呢，就是都这个转为吉祥。就违愿就是转为顺愿呐，痛苦呢就是转为这个快乐，就是一切的这种不吉利的事呢，就是变成就是非常这个圆满就非常圆满。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度母和这个净土法门呢，这其实有很深的一些这个因缘，就是包括这个乔美仁波切的度母赞当中，乔美仁波极乐原文当中的话呢，也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右手当中呢，就是发出这个光，就是变成无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左手当中呢，就是发光，就是然后变成这个度母心间呢，就是发光，就是变成这个无量的莲花生大师就这个极乐原文赞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也是这个祈祷这个度母就祈祷度母。当时你在临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这个对往生不利的这个非人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贵圣的这种这个危害呢，就是全部就是一以牵除就一以牵除。很多的这个大德呢就是包括在这个离开人间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度母的这个加持和阿弥陀佛的加持，甚至呢，他在圆寂以后的一些这个舍利都是变成这个度母像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讲那个什么密宗成就略说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是斑马嘉措的上师，也是我们甘孜州这边的。那么当时好像他是97年就是圆寂的。97年圆寂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法王的这个弟子就是法王的弟子。然后后来呢，就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做那个大圆满心性修习的做事，然后呢念3遍就是帕子，然后就实现圆寂的。后来据他们寺院里面的这些僧人亲自给我说。
说的，就是然后说是这个身体呢，就是非常这个缩小的很小很小的了，就大概是1组左右的啊。然后呢，就是最后活化以后呢，就是它的好多这个舍利啊，就是特别多，尤其是有一个特别小的，就是完全是一个绿度母的这样的这个圣像，在舍利当中的话呢，有这个绿度母的这个圣像。我在想呢，就是这个他当时的王僧跟这个我们这个度母法门呢，我没有听说过他是修度母法门的，但是应该是很多那个就是这些大德的话，那就是他一生当中的是不能就天天念度母法门的，就这样的在藏地特别多，就是包括有些不是大德的，就一般的这个非常普通的这个就一些妇女啊，就是普通的一些在家人的话呢，他们就是终生的是念这个度母和念极乐原文的。我们在藏地当中这样的特别特别多，就是所以说呢，我像那个当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是他的这个舍利的是显现度母呢？应该是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极乐原文当中也是有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就是可以到这个度母的刹土啊，也是到这个一些东方的刹土呢。这个度母呢，也有就是它的就是不同的一些这个刹土，但是这些刹土呢，也原来上师如意宝也讲过，包括文殊菩萨啊，就是然后很多不动佛的这些刹土呢，就是可以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包括在这个极乐世界的范围当中，因为极乐世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菩萨呢，就前往各个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刹土去度化众生，然后呢，就是在返回这个极乐世界，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呢，在包括这个修净土法门的这些道友的话呢，也不要认为是就是可能修度母法呢这是藏传佛教的，就是然后我们是修净土宗的。现在极个别的一些净土宗呢，思想是还是比较封闭的啊。就说实话，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呢，是21世纪，就是已经这个21世纪，就人类的这种前进的这种步伐的话呢，就是不得不跨入这样的在世间的任何一个事件呢。实践的这些包括这个思想啊，就是很多的这种文化呢，就是不得不就是与时俱进的。可是我们极个别的佛教徒的思想呢，还是跟这个70、80年代，甚至是呢，就是我们这个20世纪当中还没有就做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并不是完全跟世间人就是同流合污。但是在有些上面的话呢，佛教有确实可以用包容的这个心态，而且佛教的教义呢，无论是在哪一个这个宗派的这个教义呢，都是圆满的，这个圆融无为的圆融无为的。因此呢，我们这个修这个净土法门的人呢，希望你们也是好好的这个祈祷度母呢，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对你这个不利啊。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个祈祷的话呢，的确是现在末法时代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违缘和魔障是极其猖狂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护法神和没有非常这个有力的这些空行护法的这个价值的话呢，如果依靠肚子的一个念佛啊，依靠一个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呢，就是让这个战胜一切的这种某种违缘呢，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一方面就是依靠自己的顽强的这种毅力，同时呢，我们也依靠一些诸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啊，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助伴和这个就是应该后盾，就是这样呢，一定是修行呢，就是必定会是这个成功，就是不会一败涂地。